约会。那我觉得就是西班牙可能相对于其他的北欧国家，他们那个家庭的联系可能会更紧密一点。但是即使是这样，我所看到的，其实家长或者一个家庭对于一个孩子他未来的这个婚姻的选择影响真的也不是特别大，跟中国比基本上是没什么影响。在中国呢，我觉得一般大家开始约会的年龄是在12、13、14、15，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而且约会的经历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可能一个初中生或者高中生，他们的约会经历和一个大学生的约会经历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大学生的约会经历呢，和成年人的约会经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难用一句话去定义中国人约会是什么样子的。当然，在中国谈约会就不得不说到一个词，就是相亲。其实相亲现在有人相亲吗？当然有，但是是一定的吗？我觉得这个和每个家庭也不一样。比如说我的家人基本上没有让我去相亲过，也没有给我介绍过任何的男朋友。当然我也知道我有一些朋友的家长，他们给孩子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中国过去的在古代的那种包办婚姻。那么什么是包办婚姻和相亲的区别呢？那相亲就是别人给你介绍一个男生或者女生，你去认识一下，最后你自己做决定你要不要和这个人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包办婚姻是不一样的，包办婚姻就是说父母给你选择，你可以跟谁结婚，不可以跟谁结婚。那我自己是没有这个选择的。其实我觉得包办婚姻在中国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消失了。即使是我爸妈的那一代，他们在结婚的时候都不是包办婚姻。但是有一点，我的爸妈他们在结婚之前是没有跟对方说过话的，他们只见过一面。当时是一个媒婆就是介绍对象的人，所以当时这个媒婆介绍了我爸和我妈认识，他们到了一个房间里面，当时媒婆也在，所以我爸和我妈对视了一下，看了一下，这个小伙子不错，这个小姑娘也不错，成了。然后我爸妈就结婚了。所以他们在结婚之前是没有任何的交流的，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共同点，就完全是靠着眼缘。当然现在中国的社会跟之前比已经开放了很多，现在大家比较崇尚的是自由恋爱，也就是说我自己有这个选择，吃猪啊，我自己有选择我的人生伴侣的这个权利。当然这些都不可以一概而论，这个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者我听到的或者见到的一些事情。因为中国人那种纯情的约会是两个人先互相喜欢，然后可能两个人会一起去吃饭，去看电影，或者一起出去玩。如果感觉还不错，那可能1个月、2个月、3个月之后，两个人就变成了男女朋友。而很有可能在他们成为男女朋友之前，他们可能只牵过手，并没有
啪啪啪过。我觉得这个在西方的国家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在西班牙的时候，大家的约会模式一般是反着的，就是可能我先要去接触你这个人，我要了解你这个人，了解的足够多，当然包括各个方面，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共同语言，或者我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有相通的地方，我对你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特别有感觉，然后我们在啪啪啪方面是不是很合适，那可能我们才会成为男朋友和女朋友。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而且同时在我们确立关系之前，我是可以去跟其他人约会的，我可以只有一个男朋友或者一个女朋友，但是约会的时候我可以有多个约会的对象。但是这个在中国你会被贴上一个花心的标签，就是如果你在同时跟不同的男生或者不同的女生聊天，如果让其中的一个女生知道了，那可能这个女生或者这个男生就不会再跟你继续下去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男的或者这个女的一定是一个渣男或者渣女，一定不是特别专一的那种，所以大家可能一开始就会对这样的男生和女生有一些排斥。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恋爱观也有在被外国人所影响，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处于一个中间地带，就是可能我并不想用那种传统的方式去找男朋友或者去认识去接触别人，但是像西方那样的恋爱观我又没有完全的接受，所以其实我感觉大家就是有一点停在这个中间地带，就是回不去，但是也不能再往前迈一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有一个中西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这个家庭观，就是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讲，结婚是两家人的事情，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比较在乎我要结婚的对象的这个家庭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他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可能婚后两家的关系其实还是比较紧密的，因为中国人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这是一个更好或者更坏的事情，只是一个事实。所以说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双方的这个父母他们都会影响到这两个人婚后的关系，婚后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中国有一句话，古话是门当户对，就是说两个人的这个生长的家庭环境啊，家庭的背景啊，一定要是比较相像的。就是对中国人而言，这种家庭的等级观念还是特别的严重。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中国的家庭其实不想让自己的闺女或者是儿子嫁一个或者娶一个外国人，因为他们不了解那个人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也没有一个渠道可以去了解到我的孩子将来结婚的对象他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所以对于中国的父母来讲就是一个盲区，但是这又是他们判断自己的孩子将来会不会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所以中国父母会有一点害怕自己的孩子以后会受苦，以后会婚姻生活不幸福。好，我们呢现在已经从相亲约会说到了结婚，然后我想知道，听完我对中国感情观的这个描述，你觉得跟你的国家有哪些不一样吗？或者有哪些一样的地方？你们都可以在评论下面告诉我。下次再见喽，拜拜。
中西就是中就是